TTG 的班位可能雷打不动，鲁班大师加上一个狂铁。PP 开始，第5局比赛，蓝色方依旧是广州 TTG， 红色方南通 Hero 9进，先班鲁班大师 Hero 盾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剩下的就看他是关羽搬不搬了。前面是一直在搬的，狂铁，这一直都是这么在搬那看 Hero 这个关羽，就是坦然这个11战8胜的狂铁，今天看起来是不想放了。不让你选。贝克曼教练跟上一场打 WE 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，你的高胜率英雄你别想拿了，对，封死你。这把 Hero 不搬关羽了，搬元坦。看看 TTG 一楼，想拿少思源，拿少思源之后，看 Hero 这边要不要拿大羽。看出不出，他们在这个赛季拿过一次大羽，也获得了胜利的，有过尝试。基本上现在的队伍都会在常规赛的末尾阶段把大羽这个英雄拿出来，就是为了 BO7 做准备。选个司空震，选司空震的话，这把 TTG 有可能是个弹野，然后在边路加上一个老夫子。司空震加上大羽出了，但大羽打少思源，我们昨天看到了一种解题之法，就是他少思源配的阵容的冲锋能力比你还强。是的，因为大羽这个英雄保 C 能力其实不是很强的。红叶最多情，杨戬、公孙离。杨戬、阿离的话 ，Hero 这3守卫，看海月要不要拿？来个女娲。9系的女娲这赛季可是帮助队伍拿下了8个小局的胜利啊，一共拿了12把。那 TTG 他后面就可以考虑出嬴政，嬴政肯定要吃班位。沈梦溪、嬴政这2个肯定是班的。沈梦溪已经送上了班位 ，TTG 班凯，就是能跟杨戬对顶的英雄，给他处理掉。博物也搬一手，那最后这班位我不知道他嬴政会不会搬。TTG 再来个橘右京，这种都是前期比较好跟杨戬对顶的，然后橘右京打少思源、公孙离这种也好打。但是有一点这局比赛 Hero 拿到了大羽之后，他的弹也已经几乎没有了。大司命也用过了，但是大羽这个英雄如果不配前排的话，又不好发挥。然后他目前所做出来的中上2个英雄都不具备的开团能力，你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团打野的话，那你就只能让打野一个人开了。你被捕了。狄仁杰加女娲，他是要打对线优势，那让狄仁杰和大羽直接抱着线上推，但他这样的话就是中路肯定很劣。TTG 只要出个嬴政，他这嬴政、杨戬加少思源很好拿优势的。对。然后在边路上，像前面我说来个老夫子，直接去限制你一手司空震。罗伯老夫子这个赛季可是4战3胜啊，锁了要选的。说的正是老夫啦！然后 Hero 他还非常需要一个弹野去顶一下这个阵容，他阿骨朵肯定是不好使的，对面是一个杨戬。如果弹野的话，硬一点的夏侯、大司命这2没了，元坦也在班位上面，看情况好像只有梦琪，也就只有梦琪了。杨戬被拿了，对吧？凯被搬了，元坦自己搬了，夏侯惇用了，大司命用了，云音用了，选了个飞，那这个非要出肉装的，就算出肉装，核心也太多了，这种是，全是核。但从洛城这个赛季用过的英雄里面的话，他也就如果要真顶个前排的话，就只能是梦琪了，没别的选择了。锁不锁？最后的5秒，锁了。那这个飞出来之后，只能看4级拼一波爆发。就前期2波团嘛，一波大家都到4级的时候，看上路空间之灵拼一下，然后就是4分钟龙点的时候，说实话也挺难拼的，但是得拼一下。但老实讲 ，Hero 这个阵容，如果他没有在前期线上打优，然后如果要是龙团他还拼输了，那真没了，他就毁了。是的。狄仁杰的英雄劣势是很难发挥的，就不单单是狄仁杰了，大羽这英雄逆风我们也看了这么多把了，而且没什么作用。是的，而且你要论阵容开团能力，肯定 TTG 这个阵容开团更稳定啊。是的，他老夫子这里只要一个大闪，
到后面围绕他这种嬴政、杨戬加公孙离的阵容去打，伤害肯定是够的。嗯，是的，只要嬴政一开大，你也拆不了这种，你只能硬吃他的大招。压力巨大的一局比赛，感觉要拼一把手法了那种，得打。玩操作。嗯，这个时候啊，话说的轻松，做起来难的就是能不能放下一切重担。就像刚刚乔西说的一样，用手法取胜。还是赛点局。对，这时候站在主教练的角度，艾斯教练我估计也告诉他们，你们这局赢下来，下一把我们就差不多就能赢，然后巅峰对决。而且这局赢下来之后，中间有一个长达8分钟的休息，是吧？这把，但这把阵容确实太苛刻了吧？我觉得。要求比较高，容错比较低。押宝前你6分钟。发一路线上必须得打有狄仁杰，必须得让狄仁杰优势。但是，然后中期站出来带节奏。关键是，狂暴公孙离加邵思源，他虽然说打大禹和狄仁杰2v2不好打啊，但是关键是你不太容易练，其实。对，因为你中路是个嬴政啊。对，嬴政打女娲有线权。对，实在不行就换线。就像刚刚黄章说，你嬴政你没搬啊，你最后一个班位没有搬他，你把这嬴政放出去了，你给了赫慈，那你中路又是一个女娲，大禹又是个飞。因为他为了拿这个狄仁杰，所以搬了关羽。狄仁杰很怕关羽的。对。但是这个嬴政一出，你说你下路怎么压得进去？就让你优线嘛，是不是？让你狄仁杰优线，那嬴政中路也优线，你下路优线，你中路裂线，那嬴政过来依旧能做协防的。非常重要的一局比赛，黄龙 TTG 如果能够把这一局赢下来，4比1战胜南通黑肉酒劲，晋级8强，败者组再往前一步。败者组虽然很艰难，但是只要竞技状态保持得好，还是能够做到在败者组1穿多的。但是对于 Hero 来说，这局比赛输了的话，那可就止步10强了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。我是小瓶子，我是北京微博乔西，我是解说黄超。比赛开始。直接换线了一局，还是没有让阿里去打。这个换线的话，邵思源就可以直接跟老夫子那里拿第一波压死龙阵了。然后呢，阿里先后线。杨戬这个位置想直接去猪开吗？还是偷红啊？进去要偷红。偷红啊！上路有优线，还可以去帮一下。直接学一狗进去偷红啊！女娲是看到了。是的。嘉欣今天第几次了？他那个位置不一定看到了吧？他好像他能看到红 buff 被拉走了。哦，他往那个桌子那边走了。对。右边也知道，直接去换你的红旗小野了。开枪，拿个小野。能保一点是一点。这小野没拿到，被嬴政一个平 A 拿回去了。还是亏啊！大禹还不对着 A。狄仁杰打嬴政也是比较难受的，想压也不太好压。嬴政给个1，线就清了。他可以卡极限普攻距离去清线。是的，卡极限普攻手比狄仁杰闪现被逼。有点狂啊，这嬴政。作为发育路选手忍不了了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洛城一个人在赶时间。有惩戒啊！杨戬这位置来不及了，应该是被偷掉了。看到了也不去吗？没去，来不及了。主要是下路打得太凶了，邵思源没有帮他看红这波。技能正在冷却。9-7的第一视角。但这样的话，洛城那还能接受。感觉这把破局点还是在飞身上吧。看飞能不能找到节奏，打开突破口吧。因为毕竟感觉自己阵容上出谭野已经不好去处理这个嬴政了，所以他在打野上面选了一个比较好去切对面后排的点。是的。这个赛季的南通 Hero 酒劲基本上 MVP 全部堆在了坦然和洛城2个人的身上，2个人加起来拿了20多次的 MVP。关键的这一局给他们俩拿出来的英雄也是需要把局面掌控下来，因为你如果要是逆风了，你拖到后面，你指望这个女娲去翻盘也比较难嘛。对面有个公孙离挡你女娲的一发出面，你女娲基本上打不出伤害了。是。下路狄仁杰也被嬴政扫得非常难受。他原本想的是狄仁杰加大禹对线公孙离加邵思源，怎么都好打，但是没想到他是邵思源加嬴政对你。是的，你公孙离在中路反而还能吃小野啥的。把线换回来。线换回来，狄仁杰在中路也不好打。是的，狄仁杰在中路也不好压制。然后女娲在下路对到嬴政的话，也是没线权的。但女娲也被限制住了，也支援不了了。
原本他在中路的话可以往两边传，是的。但现在在下路的话只能往中传。老夫子4级后上路，施工阵也不敢随便压了。我这位置蹲到了，直接退回杨戬加技能，被上墙，被控，最后一下第3段大招被嘉欣拿到1血，被阿里给蹲了。是的，这波其实有反应时间的，阿里出草第一时间没有动手推，还是等了一下才推的，但是对面也没反应过来。下路，嬴政扫，对吧？仔细看他传走了。他不传走的话，公孙离加邵思源加上嬴政在这个位置，怕被应月，怕被逼闪啊！来回看一下这一波，刚刚说的蹲草的这个时间，我看到是出来了一下的，你看这出来漏了，漏过的。他不仅漏了，他还漏了第1次之后，他还漏了第2次，还 A 了一下才推的，相当于他漏了3次。这2个人还是没反应过来，感觉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公孙离会在这边蹲嘛。没道理啊，清完线的往上偏的，可能是切视野了吧，也有可能拉视角了。TDG 拿到了4声蛟龙，进野区打得很主动，反掉了。太大阵，根本不敢上去抢啊！这波这个小野都差点死。第4血的洛尘，他跑了。现在的杨戬的强度在这摆着。是的。看完了上一局比赛嘉欣的那个凯，他这局比赛的杨戬应该会跟凯一样。而且这种阵容正面不站人的话，狄仁杰很难输出的。他黄牌也不好贴。但是这种没前排啊。是的。红刀一飞啊。是的。他还不是像黄超跟乔西说的一样出肉啊。没办法，他选这飞只能用来当野核打了。就看能不能 C 吧，这。看他后面会不会补点抗性装出来。他现在经济是已经跟不上了。2800被杨戬对位压了1000块钱。那嘉欣这个杨戬是见面就往前冲，见人就打，下路这波爆了3个人，压波防御塔。看他不放要出事儿啊！给大招前顶砸2个，一波集火御化成功，带走韩，洛尘拿到1个击杀。有点贪了，这波下一塔守不了的。这第一时间到不了。但黑肉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阵容推进节奏。现在就是老夫子稳定发育这个点他很顺。主要还是靠杨戬的强度，下路没有杨戬还是不太够看。这波女娲可以弹上去，要1打1。老夫子捆交闪现，他恋战的话就会被九系支援过来击杀，不给你机会，很果断的这波走的。但他没这个闪，后面带线也不好带了。黑肉在下路做了很多的协防啊！这一局比赛28个人看好了广州 TDG，6个人看好了南通黑肉9进。到了赛点局，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了广州 TDG 这一局比赛的阵容以及他们的状态更好。这2个队伍在这个赛季初期，尤其是第1阶段，这展现了自己的黑马之姿啊！第1阶段都是4胜1负。对，但站在黑肉的角度来讲，他们这个赛季是真的充满了遗憾和可惜，就是他们总是和 S 组擦肩而过，然后现在他们又是进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 ，BO7 1比3的比分。现在教练组也只能相信选手了。萝卜这波是没了，没大没闪，很能走。对，刚刚在上路被逼了一个闪现，打的有点散了 ，TDG。双边都想顶线。其实打个半图就行。是的。打个半图站住中轴，然后多往老夫子那边给点河道视野就可以了。前期中下路如果优势的话，老夫子其实可以转换一下思路的，可以用输出的。这把他是先出的电刀，可能想偏站边那么打老夫子。嘉欣这局比赛也是很暴力的出装，前2件装备是先暗影战斧，后黄盾，但他没有升3级野刀。以目前黑肉的阵容来讲的话，到了这个局面其实能接受，可以的，因为飞经济跟上来了，然后女娲和司空震经济也还不错。他前期可是对位落后了嘉欣1000块钱啊。
现在经济是反超，拉了500块。狄仁杰还能拿到红，就是下路嘛。下路的这一波 TDG 不该守，而且邵思源在前面有点无视大宇了。哎，上路这波又开了起来，反而率先击杀了坦然。啊，97招闪现，嬴政1招闪现，但没有追到。可能是被老夫子闪捆了。这波看这个位置应该是的。萝卜也没大没闪。法天象地被打了出来，容错率还是有点低，没得人吃老夫子的大招。对，老夫子捆到谁就可以激活谁。大宇这个英雄操控能力还是比较弱吧，大招震一下。关键大宇不好控无孙离，然后也对嬴政造成不了任何威胁。哎，他这局比赛完全没有人能限制嬴政，只有飞可以限制嬴政，但是飞又很难去切他。对，大宇就像下路的那波，好打邵思源。邵思源你敢上来装，他就一个2技能。是的，而且像嬴政他这把他出装上面一个冰杖加个面具，这种都是叠血量的法强装。那飞进去再想切嬴政也更难。他落地再被嬴政挂个2技能，还有一个阿离在旁边，其实是可以互拆的。下路都2个，想直接开一波。洛城被控了一下，杨戬2技能空了这波，可惜了。他狗到了，阿离大招想直接干，嬴政扫大，还好大宇拆了一手，击飞了一下。这波阿离是有红的，有点危险。又是一波红区 ，TDG 打算直接给了。对，连续对于 Hero 的红区进行进攻，要卡中又打一波状态了，这波状态打好了，这龙才好吃。不过在龙团的时候 ，Hero 并没有让这个红 buff 保住。3万1打2万9啊！现在老夫子很尴尬，没地方叠被动。看大宇给他送不送一个顶，送个顶给他叠被动。飞已经被耗残了。老夫子侧面绕绕到位置就楼空，很难再站回去了。是的，老夫子绕到楼空里面，把自己的被动叠满了，谁过来就捆谁。是不是直接直接捆打野？是的，捆到之后一波起火，龙海被嘉欣拿到了，将洛城给击杀。好像点退回来，来正面。大宇进去给了大招，但是大招又回去了，不知道为啥。对他又回去，但是队友都跟不上啊。是的，施工队也没撞他，白给了一个。手滑了吧？连点了。有可能，这可能是没有沟通好吧？或者说觉得自己对自己伤害有自信，都没必要。就是没能吃老夫子大招这把正面。现在你刚刚在龙坑的位置。就只能拼反应，让坦然上去用大招顶他大。坦然已经有那个想法想上去了，但是他也没那么敢吃。其实说实话，是，他如果要是开大招，老夫子没交大那就毁了。是的。就这种稳稳的推进节奏，黑肉要被关在家里面。这老夫子和杨戬坦度一上来更难打。闪现想留，给前顶砸一下，再传过去，依旧扛不住，落地就倒啊！依旧止服啊！嬴政扫大，邵思源过去给一脚被动，但自己扛不住被御化，不过他也换了2个人，飞赶紧上墙，老夫子过来粘住，开2技能，把女娲给拿下，飞也这么一波团灭的过去，中路兵线给一波。广州 TDG 在团灭的南东 Hero 9进之后，带着中路的兵线可以拿下这场 BO7，率先挺进8强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。2支队伍从这个赛季的2支队伍的揭幕战。